好，我们就用这张图为例来示范一下头发的细化哈。这张脸呢是我在实体班示范的一张面部女性的面部，打了光跟你们的不太一样，基本上算是一个正常光哈，正常光影。然后头发也是还没有细化，然后我们把头发的做一些细化。很多同学你们画头发基本上都是可能只画了这种几个潦草的笔触，这样随便的这样就排列了一下。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你们需要画出来的。那上次呢，之前我们也没有非常详细的讲一下头发的细化哈，因为呃当时也是属于就是黑头发比较深的颜色，正好这张呢是一个比较浅色的，所以我们把用这个为例子来讲解一下头发的细化。那首先还是用比如方头笔这样排列出它的走向，头发的走向，尽量呢是在同一个大方向下面做一个穿插。比如说，你看我们这样子画一条线，然后我这样画一条线，比较亮的颜色来看哈。比如头发是这样飘的，整个头发是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在飘，对吧？那我可能需要这样一条波浪，那么再这样一条波浪，再这样一条波浪，再这样一条波浪。你发现没有？它们都是往右边的波浪，但是它们之间有交叉，所以你们要画出这样的走向。要画出虽然都是朝右边飘、右下方飘，但是它们之间有交叉、交叉、交叉，不断的交叉。然后这种交叉还有层次，比如说这个是上面的一层，那上面的一层就把下面的一层全部盖住。那这个呢是比它还高的一层，那么在这里再盖住。所以下面一层从上面一层穿出来，第一层被第二层盖住，第二层被第三层盖住。懂这意思吗？就是说一层盖一层有交叉，你要把这个画出来，基本上头发就好看了，就有层次了。你们很多同学画的头发呢是平的，就是缺乏那种层次，这样排的顺着排，或者是这样子排，这样子排就是不交叉，这样排，这都是不好看的。你要画出交叉，而且这些交叉是上面一层压下面一层，再上面一层再压上面一层，这样压一个压一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头发的细化。那这里我画了一些交叉层，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先用比较轻的笔触，比较轻的笔触去把一些交叉的感觉表现出来。看我现在也是用方头笔在画，只不过我把这个交叉的这种层次呢画得更明显了。之前我是用很轻的笔刷，不要很重哈。你有时候画的这种你画的很重，几层交叉一下子就缺层次了，因为你重了之后，它们的颜色都变得很轻，变得很深了，所以它就画不出这种交叉变化感。那我开始画的很轻，你看可以看出很多层次在里面的感觉，画的很轻。那现在我才是逐渐用重的笔触再抠一些明显的边界。但是现在我还是没换笔刷，因为还是在做整体的一个造型。
这个头发上面缠了一层带子，好，我们把带子先忽略，把带子先盖住，先画头发的走向。然后你要注意头发的光源哈，我们光是从右边来的哦，右后方来的光，这样一个测光啊，这个角度一个光，而且它光源照耀的那个面积啊体积是有关系的，它只能照耀这一块，后面这些是暗的，看这个地方就比较暗是吧？这里比较暗，这一块是被光直射的啊，注意方向和光的照耀范围。现在没有加涂层，就一层正常涂层压在上面再画呢。要换涂层我会跟你讲的哈。方头笔哈，现在都用方头笔在画。注意哈，头发最重要的就是交叉哟，最重要的就是有交叉哈，每一股一股头发之间的交叉，这是我强调的头发的要画头发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下次要是谁还是画平行的头发不交叉头发的话，那我就要生气了。刚才我不是说有个同学，我在做作业点评的时候，是有一个同学他的头发画对了，只有他是画对了的。你看他头发就有很多交叉，虽然画的是短发，仍然有很多交叉。看这一层啊，逐渐让我们看清楚里面是什么东西了。之前我们虽然看出很多乱的东西在交叉在一起，但是看不清楚是什么。好，看这一层，这个地方我设置一个这样的交叉，它向上走，看到没有？向上走，这样过来。注意这个高光哈，你看我这高光一笔下来，点在这里这个位置，都是因为我分析了它的光源的来路啊，往上走。然后这边呢，这里头发呢，我要看一下走向，头发从哪儿长出来的？从比如说鬓角头发从这里长出来的，那肯定这里是往外，风往右吹的话，可以往右，对吧？这个走向，有一些走向是你可以自己设置，有些走向是不能自己设置的。比如这地方，它必须得从这里长出头发，那你如果从其他地方长出的头发就很奇怪了。必须从这里走出来，所以这里方向要是定下来的。然后注意粗细的穿插，粗细的变化。这里边有几股头发很粗，有几股头发很细，这是一个粗细变化的节奏感要掌握起来。
就是说互相穿插的头发呢也有粗有细，有些几缕是粗的，有些是很细的。然后交叉怎么来体现层次呢？要通过投影，比如这个头发，这个比较亮，对吧？然后这里我紧接着一个比较深的，这是这个头发对这一股头发对下面那股头发的一个投影，这样就看出上面的头发是压着下面这股头发了。然后下面这里呢，我可能有些头发也穿出来，又压着，它又被其他头发给盖住了，它们就有穿插的感觉。头发的颜色，你先观察一下吧。你们眼睛看得到吗？先观察一下我用哪里是什么颜色，然后你们来讨论一下，总结一下，我看你们说的对不对。你先用你们的眼睛去观察一下，要主动一点哈，学习主动一些。你们讨论一下吧。你觉得头发应该怎么用色？就从这里看起来，你觉得头发颜色是什么规律？你们能从这幅画里面看出什么规律？因为我现在示范的是一张白头发，然后可能还有红头发，还有棕色头发，还有黑色头发、蓝色头发，不可能每个头发给你们讲到的。你们要学会从画里面去找到规律。怎么？哪怕你不看我示范，你就只看我画好的一幅画，能不能从里面学到东西？这是一种学习的方法啊。所以这样你就不会只局限于我上课给你们上了什么，这样你们下课之后掌握了这套理论、这套方法之后，学习方法之后，就可以一直进步。你觉得呢？颜色应该怎么用？张良，你先自己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看你回答对不对。回答的不对的话，然后我再给你指正。你觉得白色头发应该注意些什么？你先自己回答一下，自问自答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答对了当然好，答不对的话我给你做纠正，这样你印象会更深刻一些。其实很多同学都已经说到要点了，我觉得你们很多同学都很聪明哈，基本上从这幅画里面就观察出了一些要点，基本上你都说到了。班长说的对哈，白色头发受环境影响很多。其实你们要画一个白色，是用黑白灰来画吗？你想要表现一张画，表现一个固有色，它是白色，最重要就是你要把它画成五颜六色。因
因为白色是一个非常纯净的颜色，它可以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色彩的干扰和影响。它靠近黄色，它就变得偏黄了；靠近蓝色，它就变得偏蓝了；它暗部它就变成冷的了，它的亮部又变得暖的了。因为它颜色它没有自身的颜色，它就是反射其他的颜色，所以它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那所以我们在画白色头发的时候，要画的五颜六色。你看我现在是不是五颜六色？有黄的吧，有绿的吧，蓝的吧，红的吧，紫的吧，有没有？五颜六色的。但是这些五颜六色是随便乱画上去吗？要有一定的规律啊，不是说我画白色就五颜六色随便往上涂它就是白的了。要遵循它这种规律，在合适的地方添加合适的颜色。那怎么添加呢？你们刚才同学都说到了，其实你们很聪明，你们都说出来了。通过观察就已经观察出来了。我就希望你们有这样的能力，而不是我示范一个东西你就只会画某一种东西。你们把这种能力去衍生到其他你看到的各种好的资料、好的头画里面去，你都可以学得到，就可以把别人的画的、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要有这种思考、分析的能力。OK，你们也分析出来了，就是你看，有些同学说是亮部的饱和度低一些，暗部饱和度高一些，暗部用一些暖色，亮部用一些冷色。那有说到一部分，但是也不全。你看这里为什么我有暗部又是暖色，这里又是绿的中性色，这里又是暖色，这里又是冷色，那是为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们要结合光源来看，因为白色它非常容易受到附近色彩或者附近色光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光源我们打的一个什么颜色，它对这个白色会起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影响。比如我们光源打什么颜色呢？白光啊，无色光。所以我们高光呢，其实不会偏太多的偏色。你看高光部位其实都是偏白偏灰的，你发现没有？亮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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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颜色都不会特别变化特别多。那颜色变化在哪儿呢？暗部很多其他颜色，暗部黄色，暗部绿色，暗部蓝色，是不是？我们暗部留了很多颜色。那为什么暗部有这么多颜色，怎么去分配呢？怎么去分配？看它靠近什么样的物体呀，对吧？白色会受到旁边物体的影响。那你说为什么靠近这个肉色变成了绿色呢？肉又不是绿色的，为什么靠近肉色变成绿色？你看看旁边是什么？这是蓝色哦。背景其实是一个冷色的背景。如果说是不考虑色光的话，它其实后面都应该是蓝色的，因为背景我打的是一个冷色背景，这地方蓝色宝蓝色的背景。而越靠近皮肤，它就变得越暖，因为皮肤是暖色的。蓝色往暖色走，应该先变成什么颜色呀？先变成绿色，对不对？蓝色是个冷色，然后逐渐变暖，先变绿，然后再变黄，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不直接画黄色上去呢？画黄色岂不是更接近？但是我觉得这个肤色这个暖的程度啊，不足以把蓝色变成黄色，那太逆天了啊！那需要一个很黄很红的一个颜色在那里才行啊。所以说蓝色只是往暖偏了一点点，只偏到绿，还没偏到黄就结束了。所以靠近这个皮肤的地方，我是用的是绿色，逐渐往右用的是蓝色。那有同学说，这里为什么是黄色？这里为什么是黄色啊？这里，因为这里很厚，这里很薄，薄是透出背后的颜色，透出背景的颜色。背景我用的是蓝色，这里很厚，它跟背景颜色无关了，跟这里颜色也无关，离这很远。这个时候我们就遵从冷暖对比原理，对不对？高光我们是用的是偏白色光，所以说偏冷的。暗部呢，我们用的暖色。这一块黄色跟旁边的这个蓝到绿的关系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会觉得这一块会厚一些，会发现，你看这个整幅图会觉得这一块会厚一些，这里感觉比较薄，这里很薄，这里感觉很薄，很透很薄，那这里感觉很厚，懂吗？所以你在画一幅画的时候要考虑很多东西。我这样一讲，你发现，哎，确实内藏玄机，对不对？好像是随便再画一些颜色，但是要好看的话，很多理论啊、物理的原理啊什么，考虑清楚。听懂了吗？现在我这样讲，你知道我怎么用颜色了吧？规律找出来了吧？
那我们就遵从这个原理呢，把它这个再细化，再走向再画出来。然后头发也有一些是有被风吹的，有些地方是有些头发是无风的啊，没有风吹然后垂下来的。不管是被风吹起来的，还是直接垂下来的没有风的状态的头发，你全都要画出交叉，哪怕是垂下来的头发也要有交叉。只不过飘起来的头发的交叉呢更夸张一些，更凌乱、更华丽的交叉。那直接垂下去的头发，它那种交叉呢，角度会更弱一些，但是也是有穿插的。没有穿插的头发就像死掉头发一样，就非常的不好看。一定要有穿插。这种穿插你看有大股的穿插，也有小股的穿插，这是一种节奏。然后头发呢，最好是画成扁的一股一股哈，尽量不要画成圆柱形的一股一股的。我看有些人画头发要画成一股股，他画的很立体，像一个个圆柱形、圆柱体，那也不好看。要画成扁扁的。你看我头发其实是扁扁的，我高光也是。你看我高光，我高光不是这样打的哦，那个高光不是这样打的哈，这一股头发我高光是怎么打的？高光是这样打的，这样看起来头发就是扁的，扁扁的一片一缕头发是扁的，扁的头发会更舒服一些，好看。好，我们差不多大致把这个方向呢清理了一下，你看比原来更细致了啊，然后走向更明确了、明晰了。这里画成投影哈，画成投影，上面一层盖下面一层。然后我们要进入下一步，进入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画头发的话，就是要画出它里边的一些质感和细节了。画细节我们要换笔刷来画。这边有一个笔刷叫刮刀笔刷，就是这里第6个刮刀笔刷。刮刀笔刷，我们看一下刮刀笔刷什么样子，是这样子的，好像是可以刮出头发丝儿，是吧？但是觉得好像很平呢哈，好像不太好控制。怎么办呢？调整呗，拿我们的这个打开这个图层面板，你觉得它太平了，那你把这个那个形状动态打开，大小抖动啊，不是抖动哈，嗯，不透明抖动，钢笔压力改成钢笔压力，看不透明抖动，其他动态里面这个不透明抖动变成钢笔压力，你看它我就可以画出深浅变化的了，啊，深浅变化 ，OK，好多了，但是我觉得它平行的没有粗细变化，在这个形状动态里面，大小抖动也是钢笔压力，可以有粗细变化了，最小直径调小点儿，可以画得很尖了。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控制面板，然后把它做出来。那这个角度呢，还可以调整它这个角度，就调整一个斜角，可能更好控制点。啊，斜角。OK，你调整好了之后，把这个保存。你还可以调整这个，就间距。间距，比如间距很窄的话，画的比较实，里边的纹理没那么明显。间距大一些，就又太粗糙了哈。那间距往中间走一点，这样纹理又有，然后又不会很粗糙。调整一个合适的。
好，然后你存一个工具预设，这边存储工具预设，不是，新建工具预设，新建工具预设，有人叫头发，确定。OK， 那可以用它来画头发了。就最好是把这个不透明度啊、流量呢稍微降低一点，这样你画出来头发会更通透一些。好，头发笔刷做好了。就这样，好，用这个来刮一下这个试一下。看我每画一笔，它都拥有这样一个纹理。用它来画一些细节。不透明度加强一些，好像画不太上去哈。笔刷呢，你要用习惯。很多时候，你想为什么我用起来好像画得很顺，但是你画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用起来觉得好像怎么画都，要么画的脏啊，要么边缘模糊啊，要么轻重缓急掌握不了啊。这为什么？还是画少了，多练呗，多练练吧。笔刷的熟悉度的话，这个要多画啊。当你掌握了那个性状，笔刷的一些属性，你知道你用几分力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你把这个掌握透了之后，它就好控制了。那你根本不知道你用这个这么重的力，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你用那么重的力，它会产生效果？你对它的效果没有一个预期，所以你画出来的效果老是不准，老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感觉。但是为什么老师画出来就可以是很好的一个效果呢？就是我知道用几分力用多少重量的力度，它是一个什么透明度这个要多试多画。其实也就是用这个笔刷顺着你的这个走向呢这样刮。用它来画一些细节，当然还是要一笔笔去画的哈。那这个时候已经到细化了，所以我们要再多考虑一下光泽问题，从整体感来看一下光影的问题。光从右上方打过来，所以这里可能会有高光，亮一些的高光，被直射部位要定下来。好，这个我们再整体观察一下节奏好像这里稍微有点散，发现没有？就是很多小空洞，感觉这里有点乱，有点散。为什么呢？因为缺点节奏。这个节奏就是说要有粗有细现在
基本上是差不多粗细的头发，再卷来卷去就觉得有点乱。那么需要比如设置一个更粗的一股头发，比如这里把这个空洞填起来，这里有一个很粗的一股头发在下面，不要让它这么多小的，虽然是有穿插，但是不要有这么多空洞。这里一块实一点，整一点。一边画就一边开始调节了哈，要经常观察你的画面。你看我画一个头发，画一个细化，都花了这么多时间。有些同学画的头发，估计你花的时间还没我画的多，还是画的不够用心哈，再用心。要花很多时间去斟酌，不是画在那里画出来就行了。你看我画的很慢，一笔的在，其实每画一笔都在思考它跟整体的一个影响啊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画画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有些同学画画很浮躁，希望3-2笔就画出很漂亮的效果，我都做不到，何况你呢？3-2笔就出一个很好的效果，这很难。经常我要多做一些尝试啊，做一些调整啊什么的，经常放大缩小看一下呀，反复的修改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理念，就是说觉得画画就是反正就是随随便便几笔，牛逼的人就随随便便几笔就能画好，我不牛逼，所以说随随便便几笔画不好，这样子你就永远画不好啊。所以你要有那种研究钻研的精神。你要知道，厉害的人也不是随随便便2-3笔就能画好的，你要反复斟酌才能画好，何况是我呢，对不对？那所以我画一张图的话，也要画了之后，然后再斟酌、再调整、再修改、再仔细的去分析，这样你画完之后才有收获。我看你们很多的作业可以看出来画的比较浮躁，3-2笔画完就交过来了，就感觉就把自己画不好就把那个作业做不好归结为是自己水平不够想看老师能给你一个什么灵丹妙药，然后立刻就画好了。所以我觉得要说灵丹妙药，还是要一个除了技术上面给你讲解一些东西，当然在一些绘画的精神上面，你们要再纠正你们的态度。画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画一个头像，你没有用到1周的时间反复去推敲它，那肯定是很难出好效果的。凡是在画画上有所建树的人，他们都非常有耐心，他们愿意把一幅画画到极致，愿意把一幅画推敲到极致，推敲到自己不能再推敲，那就是他现在的水平的一个极限。他每画一幅画都是他的极限，只要他往那个极限再往上走一小步，那么他就进步了。如果你每画一幅画都画不到你的极限，那你怎么突破自己的那个层次的那个瓶颈呢？所以每画一幅画都要画到自己的极限。你要自豪的说，我现在画的这幅作品就是我现在最好水平了，就是最高水平了。我现在不可能画出比这幅画更好的画。你如果说每次交作业能够这样讲的话，那 OK， 那我觉得就好你已经做到你所能做的最好了。你如果说，哎呀，我这个虽然画的不好，但是其实我还没用很多时间呢，或者说我只花了2小时，我不知道怎么2个小时再画更好了，那肯定那很难进步，那就你每次都把自己画到一个极致了，画到一个极限了，无法再画更好了，推敲到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然后这个时候老师呢再给你提点一下，你该做什么，那么就是你还欠缺的部分。你看现在其实我也就用这个简单的笔刷一直的在画细，当然这不是最终的一个笔刷，我们待会儿还会再换另外一个笔刷，再画更细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呢，算是第2次细化，应该可以画得很细了。
只不过我对细的要求跟你们的细的要求是不一样。你们可能觉得，哎，常见的已经很细了，比我画的好的画要细好多，这个头发已经好细致了。但其实在我看来的话，还有很多东西不够，因为它不是我现在的极限。所以对自己要高的要求。好，这个笔刷你看它是有那种扁头笔的特性哈。你看你画的时候，它可以画出很扁、很细的线，也可以画出很粗的线。为什么？因为它是扁的，跟你用笔的方向不同的话，它粗细会有变化。把握这个变化，可以画出一些立体的感觉的构造。